美国的绝大多数领土都是过去美国人靠着巧取豪夺从各国手中占来的，但美国对外扩张的步伐似乎在某一瞬间就戛然而止了。直到今天，北美大陆上仍然存在着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这3个领土较大的国家，这也让许多人的心中产生了一些疑惑的情绪。当美国正在疯狂对外扩张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举吞并加拿大和墨西哥呢？今天的美国人又是如何看待加拿大和墨西哥这2个邻国的呢？1776年，列克星顿的枪声帮助美国实现了彻底的独立。在18世纪打败了大英帝国的美国人也变得无比骄傲。当时的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既然有实力在北美战胜英国一次，那他们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第2次打败英国人。英勇的美国军队应该从英国人的手中夺取更多的土地。于是1812年，一场至今都令美国人感到羞愧不已的战争爆发了。为了掩盖自己扩张领土的目的，美国人将这次战争称作第2次独立战争。这次美国军队的目标是夺取位于美国北部的加拿大地区。一旦美国的这个目标顺利实现，那美国就可以成为与沙俄帝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了。然而，美国人犯了一个战争中常见的错误，他们在与加拿大和英国的军队开战时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双方的战斗开始之后，美国军队几乎立刻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人不仅没有从英国人的手中占到半点便宜，反而丢失了自己已经控制的大批领土。1814年4月，比从欧洲战场上腾出手的大英帝国开始向加拿大战场上不断增兵。原本大多处于守势的英国军队开始全力向美国的领土发起反攻作战。这一年的8月19号，英国的罗斯少将率领几千人的部队在美国的切萨皮克湾完成了登陆作战。在美军惨败之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大门就被英国军队给打开了。最终取得胜利的英国人一把火烧了美国的总统府白宫。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和一大批官员见势不妙，更是直接跑到了美国最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躲避战乱。美国人本想靠着这场战争来拓展自己的领土范围，没想到却被英国和加拿大的联军给反杀了。最终他们居然连自己的总统府都没能保住。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第2次独立战争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不愿意被提起的一场战争。在今天的美国历史课本上，关于第2次独立战争的叙述也只有只言片语。从那之后，美国人便彻底放弃了向北进攻加拿大的想法。但痴迷于扩张的美国人迅速就将他们的目光转移到了南边的墨西哥身上。因为当时的墨西哥拥有着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其国力水平与美国相比却有着巨大的差距。美国人觉得自己虽然无法挑战大英帝国，但他们还是有实力欺负一下墨西哥的。1846年4月，美国政府对墨西哥发动了一场碾压式的战争。尽管美国人为这场战争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强盗的本性。在开战之前，许多人认为墨西哥军队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美国军队，因此墨西哥军队即使无法在短期之内战胜美国，也可以与美国人相持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当时墨西哥的政府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腐败的漩涡之中，墨西哥的军队更是缺乏有效的训练，其战斗力与美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因此，在双方开战之后，墨西哥军队几乎是一触即溃。美国人靠着极少的军队，瞬间就吞并了墨西哥的大量领土。1846年5月，美国军队已经深入了墨西哥的国土腹地。此时的墨西哥军队终于展现出了一些难得的战术素养。墨西哥人将他们的骑兵集结在河流周围，准备对远道而来的美军发起一场突袭。然而，美军依仗着自身的火力优势，还是对墨西哥军队展开了残酷的打击。一时之间，无数的墨西哥骑兵中弹落马，战场上充斥着痛苦的哀嚎声。在这场参战兵力悬殊的战斗当中，美军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但他们也见识到了墨西哥人捍卫国家的勇气。本来美国人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夺取美洲大陆西部的部分领土，如果墨西哥方面坚持要与美国人打消耗战，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因此，在见识到了墨西哥人英勇顽强的抵抗行为之后，美国政府决定立刻以强硬的手段逼迫墨西哥政府的领导人与其进行谈判。当时的美国政客们认为，只要美国能够从这场战争当中获得足以弥补损失的报酬，他们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最终，连美国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从美墨战争当中获得了一笔惊人的回报。在这场战争过后，墨西哥直接将大约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美国。这些土地相当于墨西哥领土面积的一半，
美国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打通了整个北美大陆。而美国各路政客和军官的野心此时也开始快速膨胀，他们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更多的地方。虽然美国人也很想吞并墨西哥剩下的土地，但当时美国人的实力却根本不允许他们的政府这样做。思来想去之下，美国人决定暂时在墨西哥扶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政府。虽然他们无法继续在北美大陆上进行扩张，但是他们还可以组织远征军，为美国争取更多的海外利益。于是在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不断挑唆之下，美国与西班牙帝国又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通过与西班牙帝国之间的战争，美国不仅控制了曾经属于西班牙的古巴岛和菲律宾群岛，他们甚至还占领了位于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美国人通过与西班牙帝国之间的战争，彻底奠定了如今美国的版图。从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其领土范围内除了白宫之外的居民进行歧视和剥削。在菲律宾群岛和夏威夷群岛上，无数的当地居民因为美国人的压榨而死，但美国的各大资本财团却因此积累了海量的财富。靠着这种可耻的海盗行径，美国迅速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当地居民的后代试图用法律的手段来向美国政府讨回公道，但那些试图与强盗进行辩论的想法注定是要迎来失败的。如果美国人真的能够讲道理，当初他们就不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动侵略战争了。如今的美国人虽然表面上高举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帜，但他们仍然不愿意面对自己曾经那段肮脏的侵略历史。甚至当无数的美国人生活在曾经属于墨西哥人的土地上时，他们还会对一些来到美国求生存的墨西哥人报以歧视的眼光，仿佛他们才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一般。那些被美国人夺走了土地的墨西哥人也早已失去了抗辩的能力，他们大多都已经死在了美国人持续不断的压迫和剥削之中。一部分有良知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今天美国社会当中面临的移民问题，恰恰是当年美国不断对外扩张所产生的一种反噬力量。因为墨西哥本来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国家，但在美国的不断打压之下，这个国家的贫困率却高得惊人。很显然，那些刻意制造不公和歧视的美国人需要为此而买单。当今天的美国人在谈起墨西哥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尽是歧视和嘲讽；当今天的墨西哥人在谈起美国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却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绪。他们的祖先或许曾经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与美国人在战场上展开过英勇的拼杀，但如今的墨西哥人却只能接受永无止境的贫穷、疾病和暴力犯罪。其实，历史早就已经为墨西哥和无数受压迫的人民给出了答案。面对蛮横不讲理的强盗国家时，只有当人们拿出对抗他们的勇气与决心，才能够在他们的枪炮之下获得生存的空间。没有任何一个刽子手会同情屠刀之下的人民。正义与和平向来都是需要靠真正的实力去捍卫和争取的。随着如今的美国快速衰落，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完全有权利站出来，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不公进行反抗和斗争。而当全世界各国的民众逐渐觉醒的时候，像美国这样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国家，也必然会被时代的浪潮所抛弃。毛主席师范毕业，没读过军校，却能统帅群雄。不仅美国5星上将麦克阿瑟百思不得其解，就连跟毛主席斗了一辈子的蒋介石，想破了脑袋也是不明所以。毛主席一生很少拿枪，只在大伯地战斗中提枪上过战场，并带领着红军浴血奋战，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那么毛主席为何能统帅群雄？他的军事理论水平又究竟怎样？这个问题，新中国10大元帅早在残酷的战争中得到了答案。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评价伟人的？如果你也觉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请长按3秒点赞，或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一起向先烈致敬。在去掉所有伟大之后，毛主席给自己的定义是一个教员。他虽然没有教员之名，却有教员之实。可以说10大元帅都是主席的学生，而罗荣桓元帅是最具有发言权的。他是开国10大元帅中同毛主席最早相识相知的。从秋收起义到新中国成立，从革命的至暗时刻到迎来革命胜利的曙光，罗荣桓元帅完整地目睹了共和国的诞生，更见证了毛主席伟大的成就。在罗帅最后的日子里，经常因为病痛而昏迷过去，他嘴里一直重复着一句话：我干革命这么多年，选定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而彭德怀元帅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他说，第一次在井冈山见到毛主席时，就看出此人胸襟宽广，是个能容天下之人。反观蒋介石之流，不仅没有伟人的心胸，而且唯利是图，任人唯亲，睚眦必报，只重用和自己有关系亲近的人，因此错过了不少良才猛将，埋没了大批的人才。而毛主席不仅是人民的领袖，更是党的指路明灯。他提出的思想就是中国革命最正确的方向，无人可以替代。贺龙是10大元帅资历最深的一位，浑身是胆，20岁就敢在军阀时代拿起菜刀闹革命，这个让蒋介石冷汗直流的悍将，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对毛主席马首是瞻。在革命斗争时期，他曾说，想要保命就必须先保护好脑袋的安全，毛主席就是我们的脑袋，只有他安全了，我们才能打胜仗。而被称为一条龙下凡的刘伯承元帅，在晚年的时候也常对身边的人讲，不要看我们这些将领个个身经百战，如果不是毛主席，就算我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在中国也掀不起一朵浪花。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叶剑英元帅就曾由衷地表示过，我们这些老帅都有自己的傲气，没一个省油的灯，能让我们从心底里仰仗一个人非常不容易。其他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事实证明他们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的这件大事。相比之下，陈毅元帅对毛主席的敬佩就有些特别，除了伟人的军事才能，更被主席的诗词造诣所折服。在陈老总并未见到毛主席时，就在蔡和森口中听到过才子毛泽东，并对主席的作品心向神往，而且凭借着伟人的诗词，就判定此人必成大事。除此之外，将毛主席视为指路明灯的朱老总，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写下了最后一篇赞扬毛主席的诗词：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这10个字不仅将朱老总的敬佩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是对毛主席丰功伟绩的评价。每当革命队伍最为危急的时刻，毛主席总能力挽狂澜。还有将毛主席军事思想奉若瑰宝的林彪。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于毛主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民，依靠群众，这是真理，是科学，是我们能打胜仗的法宝。还有看到毛主席就感到心安的徐向前元帅，他一生中对毛主席充满了无限崇敬之情，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毛主席的领导，以及将毛主席永远放在第一位的聂荣臻元帅。我们这一代人跟随毛主席闹革命，没有他，我们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永远是第一位的。从建党到开国的28年间，10大元帅用自己的言行对毛主席为何能统帅群雄这个问题纷纷地给出了各自的答案。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0几年，一直没有成熟的领袖人物，领导人如走马灯似的不停更替，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到瞿秋白的左倾盲目错误主义，后来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以及到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在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后，历史选定了毛泽东。早年的毛主席从外表和气度举止上看，无论如何也不像是军人，更像是那个年代浪漫又有些不羁的书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年仅18岁的毛主席出于革命激情，在湖南新军报名入伍，当了半年兵，但并没有打过仗。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毛主席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并在1913年时考入了湖南省立第4师范学校。这是毛主席早年最大的志向，当一个教书育人的教员。然而随着大革命爆发以后，毛主席教书育人的梦想就越来越远。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后，毛主席并不是第一批从事武装斗争和研究革命战争的人，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却把毛主席等多数共产党人推向军事斗争第一线。大革命失败后的上百次暴动，也让毛主席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此时年仅34岁的毛主席已经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革命家及政治家，擅长领导群众的组织家，同时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还是具有浪漫想象气质的诗人。然而这个时期的毛主席恰恰不是军事家，但此时还没有想着要去搞军事的毛主席，却已经具备了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所概括的一个优秀统帅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坚定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及优等的才学机智。当历史呼唤他从事武装斗争时，这些素质很快就让毛主席在军事舞台上放射出惊人异彩。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这14年间，中国革命苦苦探索，经历了一右三左的挫折。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的诞生也是14年，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前14年步履艰难，后14年昂首阔步走向胜利。这鲜明的对比证明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泱泱大国，巍巍华夏，从不缺乏政治人才，更不缺乏军事人才。而毛主席靠着独特的人格魅力、高明的远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深地折服了每一个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伟人的名字、思想、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